大家好，我是毛毛。兔年马上就要到啦，我和阿文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 ，Happy Two Year！ 我们在另外一个多重宇宙来到了山城重庆。重庆第一站就来到了地标，就是大名鼎鼎的解放碑。毛，这里是什么？这里是哪里啊？是解放碑。解放碑，这里有什么玩呢？这就是人民解放纪念碑，然后周边是有步行街，还有八一好市街。这里的特色就是特别热。解放碑这里是传统的老式步行街，步行街呢，当然就少不了各种品牌的传统门店，而且这里的门店还好像越来越高级的样子。解放碑这里能吸引游客过来，当然不是依靠它传统的门店模式，而是靠这里众多的重庆特色美食城。在八一街这里有很多的特色美食城，我就随便选一个带大家来看看吧。里面的风格还是比较清爽的，人流也是适中，跟其他美食城的模式是一样的。公共区域就是客人用餐的地方。里面的食物的种类可是一点都不含糊呢，正是酸甜苦辣、蒸炒煮炸都有。还有这些重口味的昆虫类食品，反正我是非常想尝试的，但是被阿文拒绝了。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前来一次。阿文说，还是这些哪里都可以见到的水果适合他。这里食物的种类可以算是非常的多。我们要开动啦！像这样子的八一好市街美食城，这里还有好几家。体验重庆小吃美食可以到这里来，准没错。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站白象居。白象居这里其实就是一般的居民楼，这里就是重庆本地市民居住生活的地方。你看，这里还有麻将馆，很多人正在打麻将呢。这一幅小壁画很有爱哦。那白象居有什么吸引我们到来的呢？这里就是第一个景观，就这样看没看出来有什么特别，但是这里的正确打开方式其实是这样。拍完这么有重庆特色的照片以后，往下看就会发现下面也有很多游人。那到底他们在干什么呢？等一下我们就下去看看。而走廊的另外一边就可以看到东水门长江大桥。这个长江大桥最有名的是桥旁边的长江索道。你看，索道的缆车过来了。在没有这个大桥前，两岸往来的民众就要用这种缆车进行渡江。现在就只有游客才过来体验乘坐缆车的感觉。当然，游客的票价也是以前民众票价的好多倍了。那我们下到楼下，看一看这里到底是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。原来还是缆车，这就是重庆的风格。老旧的居民楼接上缆车从空中划过。重庆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这种巨密集的旧居民楼。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李子坝站。那这个李子坝站非常有名，其中一个有名的地方就是这山坡上的大型彩色浮雕颜之魂。颜之魂是想表现世界各地的人在山城聚集，见证重庆发展，同时也展现重庆人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的精神。接下来就是李子坝站的名场面，就是轻轨列车穿行在居民楼中的景象，俗称火车进大楼。其实是因为这个轻轨站是建在一栋居民楼的其中一层，
所以才造成这个列车穿过居民楼的奇特景象。每隔几分钟就能看到轻轨穿楼了。那我就很好奇，住在这栋大楼里面的人会不会觉得很吵呢？接下来我们的目的地是18梯，它是一个仿古建筑形式的步行街。就是这样的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什么玩的吧。18梯这里并不是很大，因为它在重庆嘛，所以整个街区都是在一个小山坡上，基本上要不停地上上下下。这栋这么高的建筑一直上去到了顶楼，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来的马路边，这很重庆吧？在重庆，地图什么的都没有用，想知道怎么走，不如直接去问重庆本地人吧。作为步行街，当然就少不了吃吃喝喝的各种店。每一个进出口都有这种很精致又可爱的装饰。餐厅的门店门口都装修得不错。这就是仿古的水景，大家都可以在这里玩水，很受小孩们的欢迎。因为白天比较热，所以18梯这里是晚上才开始热闹的。现在路上的行人已经慢慢开始变多了。随着夜色降临，灯光的开启，晚上的18梯会更加吸引人。街上挂着一大片闪闪的小灯，好像一大片星星一样，看起来非常漂亮。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比白天有吸引力多了？这些仿古建筑配上这些灯光，确实是蛮吸引人的，整套设计算是成功了。感谢媒体送的水。有没有扫码功能？开个玩笑啊！既然这里是步行街，当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店铺，跟其他地方一样，现在的门店装修都非常不错。这间店到底是卖什么的？大家能猜到吗？居然是一间卖银饰的银楼。18梯这里虽然不大，但是逛街还是蛮舒服的，游客也不会很多。这间旗袍店为了吸引顾客，真是花了大成本了，里面还放了一台古董老爷车，难道是传说中的买旗袍送车？哈哈。总体来说，18梯这里的整体氛围算是不错的，但我感觉只适合年轻人，因为这里一个缺点就是上下的楼梯太多了，不方便老人和小孩前来逛就是了。来重庆当然不能不尝一下重庆火锅。今天我们来到了鹅岭2厂，这里是专门为年轻人打造的工业风的文艺街区。这里跟广州红砖厂一样，都是旧厂区改造的，然后增加很多涂鸦、个性摆设，就铸造了一个年轻人热门的打卡地方。现在鹅岭2厂已经扩充到整个街区。嗨，现在我们是来到了鹅岭2厂，这里是电影《做你的全世界》路过的取景地。然后这里现在整个就是一个文创街区，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小店，也有一些吃喝的地方，可以坐着下午茶。然后当然这里是年轻人比较喜欢来，但是没关系，来了就是年轻人。现在我们去逛逛吧。鹅岭2厂这里除了工业风，还有小清新风。
平时这里真的是大量的年轻人过来，好多小女生都喜欢在这里玩自拍或者给人拍。大家看，真的是很多年轻人过来的。从这条小巷子走进来，就可以进入鹅岭二厂的旧厂区。它这里有很多路标，但其实里面并不复杂。鹅岭二厂里面游客一样都是很多的，但大家其实都是图个新鲜，因为里面基本都是空的。带大家到下层来看看。下层居然还有几间餐厅，不下来根本都不知道。这就是旧厂翻新、新旧结合的风格。这个楼梯旁边还有玩具，可以让你跟它一起拍照。我就挺喜欢这个公仔啦。这里是湖广会馆，它是建于清朝年间，所以是有着清朝的建筑风格。五湖会馆主要包括禹王宫、广东宫所和齐安宫所3个主要部分。我们面前的正是禹王宫。嗨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湖广会馆。湖广会馆建于清乾隆24年，是我国明清时期南方建筑艺术的代表，也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会馆建筑群。禹王宫，湖广会馆它比较崇拜大禹禹王，所以这个宫也是最重要的景点之一。湖广会馆这里的门票是25元一个人，平时这里吸引了大量的团客，所以非常的热闹。我们为了躲开这些团客，先往里走。从这道小门出来，会经过一个小庭院，再往里走就是齐安宫所和广东宫所。因为是清代的建筑的关系，经过维修和翻新，整个建筑的状态还算是很好的。这条小巷就是分割着齐安会馆和广东会馆，它们就是在巷子的两边。这里就是广东会馆，广东会馆又叫南华宫，始建于清康熙51年前。它的布局采用的是四合院的形式。广东会馆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戏楼，这个戏楼高8米多，戏台也有2.8米高，四边都有精致的木刻浮雕，非常值得慢慢欣赏。在这里坐一下，是不是很有文青范儿呢？广东会馆对面就是齐安会馆，一进门就看到了金色精致的木雕。齐安会馆建于清嘉庆22年，一开始叫黄州会馆，是为湖北黄州府而修建的，后来改名叫齐安会馆。这就是齐安会馆的戏楼，同样装饰得非常精致。一楼的周围一样有精致的木雕，能看出有久远的年代味道。看到源源不绝的团客，我们又要开溜啦。现在这里呢，就是洪崖洞，估计是每一个来重庆的宝子们都会来打卡的地方吧。你问我来这里看什么？
千与千寻，当然不是，来这里看人从众。这里的好吃的也非常多，我们现在就去感受一下30块钱一份又贵又坑的小吃吧 ，Let's go go go！ 这里是重庆有名的景点洪崖洞，在这里除了人多还是人多，走到哪里都是人逼人。毕竟《千与千寻》的名场面还是有很多人想来打卡一下的。但是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夜市，很多人都是因为它独特的建筑外表而慕名而来。事实上，它这里跟普通的夜市也是真的一模一样，毫无特色可言。洪崖洞就是典型的用外表包装出名的一个地方，从远处看的确是有它独特的魅力。很多仿古的中式建筑加上金黄色的霓虹灯，形成了固定的标准搭配。有人说这里像《千与千寻》的那一个城堡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像不像呢？但是不管像还是不像，它以这个作为营销的噱头的确是很成功。大家看到远处的人流就知道了。